Hello，这一节课我们来给大家讲解的是翠竹的一个画法啊。翠竹的话呢，其实它跟我们的上一节那个黑色的，也就是墨竹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？首先我们在画翠竹的时候，可以先给它一点背景色啊，给它一个环境色的那种气氛的渲染。所以这个的话，我们就要涉及到一个背景色的添加，以及说画到翠竹的时候，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。在我们画黑色的竹子的时候，你只要调节颜色的深浅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在画这样黑色竹子啊，只要调节颜色深浅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在画翠竹的时候，它的这个绿色会有一点变化啊，也就是背景色里面的这个绿色呢，它的颜色要浅的同时，它有一点发黄，然后到它深色的这个颜色的时候，它的颜色要更重，然后绿色的效果要更浓一点啊。那具体这个颜色我们怎么去呈现啊？首先我们先来说背景啊，先去呈现背景色，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讲这个竹子的这个画法，两个颜色怎么调啊？拿错了。这个背景色的话，我今天选用的是一个10色的啊，我们用这种奶白色来进行一个打底，然后在它基础上，这个背景色我们也用水彩去呈现，所以在这个的上面我们去涂上磨砂封层啊，也要记得别包边哈。好。那么首先的话呢，在背景色当中，我们其实就有应用到这两样颜色，一个是偏浅一点的绿，一个是偏重一点的绿啊。这两个颜色的话，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，还是用我们的10色彩绘的水彩盘啊。我们要接触到的是这3个颜色，一个是深绿，一个是橄榄绿，一个是黄色。首先我们在铺背景色的时候，颜色让它偏黄一点，那么就是在这个深绿色当中啊，戳一笔黄色进去，戳一笔黄色啊，让它颜色有变成这种嫩绿的效果啊。然后这个颜色的话，它这个时候颜色是偏深的，对吧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它颜色再浅一点，这个时候再浅你就不能再继续加黄了。再继续加黄的话，它的颜色就是会更偏向黄，而不是偏向浅色啊。那如果说你加肤色的话，它这个颜色它会改变它的这个色相，它还会说更偏那种马卡龙调的那种浅绿色区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往里面想让它变浅，就是加水啊，加在旁边这个位置啊。看这个时候颜色我调完之后，笔尖碰一下水，立刻拿出来，跟我们调黑色的那个时候非常接近，对吧？把它颜色调出来，这个时候其实很透的了啊。但是笔上的水分大家也会发现它特别满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用干净的纸巾吸走一部分的水分，不要吸走太多啊，吸走一部分。然后我们甲面上这个时候也照好灯了，在背景色里面稍微给它铺一点，铺在哪里啊？铺在整个我让它是一个 C 型的呈现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有一点。这个位置啊，有一点，是这样一个感觉哈。然后铺上去的同时的话呢，我可以说是另外一支笔备好着深色的啊，看这样去给它铺开这个背景了。这个时候先不要管啊，把另外一个颜色我们也调出来。另外一个颜色我取另一支笔，因为这会儿这个绿还得用啊。还是这个绿啊，我们取一个满满的一个取水量啊。因为调完这个颜色，正好我们一会儿画竹子也用得上啊。先把这个绿调出来之后啊，直接这个笔去蘸这个橄榄绿啊，它们两个调和在一起，好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绿色啊。一会儿我们画竹子的时候，也是这两个颜色进行结合。那背景色的话，为什么要用到这个呢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方法，叫做枯笔法啊，那就是直接把这个笔当中的水分给它大部分的水分都吸掉，但是不要去吸颜料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吸啊？就是吸它笔毛的中间以及根部的位置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它会吸走大部分的水分，但是笔尖的位置还是占有一个很浓郁的颜料的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在旁边戳2下试试啊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你再到纸巾上来再吸一吸啊。好，这种情况下，然后我们会有2种画法，一个是直接
啊，底下这个绿基本上已经干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直接到上面来啊，用拍的方式，不要大面积这样去揉，而是说拍上去啊，把颜色。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颜色呀用来干嘛？我再蘸一点水啊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它稍微会有一点颜色会有点干，颜色就会变深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把它再重新调的透一点点啊。有特殊的地方需要去调和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浅绿色去融一下啊。然后或者说有的地方我们需要再去加深，用笔尖的位置调出一点点这种绿色的痕迹出来，再加入一点点啊，笔尖。然后画进去，这个时候它里面会有这种比较斑驳的印记，对不对？然后画完之后，趁它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时候啊，来迅速的把这个颜色咱们这么拍，不要都是一个方向啊，都是这个方向，那看起来跟下雨了一样。就是什么方向咱都有啊，拍不拍得上不重要。有的地方能拍上，有的地方拍不上，那就要的就是这感觉啊！而且不要就是说特别均匀的去拍，你着重在有一些地方给它拍的重一点、密集一点啊。有的地方就捎带脚带过了，一笔带过就可以。这个时候这个绿我们可以稍微再蘸一下水啊，稍微吸附一下，让它颜色变成几乎跟透明都没太大区别了啊。那把边缘这个地方你觉得不自然的地方，咱们再用笔尖揉一揉，给它揉开。蹭一蹭啊，这种方式啊，揉开，看，这是一个小背景色，底下这个绿可以再重一点，那我们就再去戳一点点这个深绿，看，这个时候颜料里面还有水分的啊，还有一点点水分，不多。那所以它画上去的时候，基本就是一个很干枯的一个手法。那我们戳的时候，一定不是要这样去戳啊，这样戳很容易挫弯它这个笔尖的笔毛啊，特别费笔的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要记得是什么样的一个绘画方式啊？是把笔毛这样横过来的啊，这样的，这样去蘸的啊。底下的绿色，哎。刚才我是稍微有去点一点点水的，然后再去戳了戳这个绿色，这个时候它有一点点含水量了，然后它再去拍开的时候，它就会有这种绿色的深色的影子，然后再带着一点点比较斑驳的印记就加在底下这个位置就可以了，这样它颜色会稍微有一点点深浅变化，对不对？这边颜色是偏浅，底下颜色偏重。蹭一蹭上去啊，千万别是抹而是蘸蘸一蘸。这种，看我把笔这样横过来，大家这个角度去看啊。就这样的一个好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上面去画了还是那一句，如果说大家怕就是我们上面画竹子的时候会破坏掉我的背景色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等干等待个10秒钟左右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去隔断一层磨砂封层。好，也是不要包边，再照个60秒。好啦，照好灯以后来看一下这两个绿色，找出刚才用到浅绿那支笔来，我们重新蘸一下取水量让大家重新掌握一下这个。首先的话，我们在取水之前，先看我们调色盘上面这个颜料，它已经完全干透了，对吧？那我们首先要取的是相对于透一点的颜色，相对于浅一点的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它的颜色我们调配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你的取水量，首先我们不是大面积的做晕染，所以取水量不能太多，可以取1/3，1/3个取水量，然后去把这个颜色搅出来。搅个1半的位置就可以了不用都搅出来，都搅出来也浪费了。过后再逐渐在画的过程当中，再去加入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来我们先试一下。绘画的方法的话，首先它跟那个墨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，可以的其实是可以的。
就是让它是这种若隐若现的效果。而且我们取颜色的时候这样去抹啊，这样它笔尖是一个收拢的状态。然后觉得颜色有点透，怕大家看不清，我稍微再加了2笔啊，就揉了2下，对吧？然后它这个颜色就会变成，太深了啊，还是不要。那所以我在旁边再压一压。那这一笔已经画出来了，那就给它洗掉一点点啊。另外一支笔配合一下，好。不要给它画的太粗啊。背景里面的这个竹子的话，不要有特别粗的，就是粗过于上面深色的那种第2层竹子啊。第1层竹子不要粗过于第2层竹子，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哈。然后再把这个小竹节画出来。第一步永远是先找竹节的位置啊，然后再去画竹叶。这一边可以是这样。这个有一点粗，这几个我擦一下啊。这种竹子的话，还有一种就是说，你想给它画出那种深浅颜色变化的话，就是可以先画，就是假如说我们只画1层水彩竹子啊，你可以是先画1层这个叶子，哎，我不是叶子，先画竹节的形画出来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在纸张上啊。就是假如说我们只画1层，觉得画2层太麻烦的话，可以是这么去画啊，这样去画完。是一个浅色，对吧？然后在这一笔浅色当中，哎，我们去另外一支笔蘸一点深色，不要蘸太多。笔毛上面水分含水量少一点，然后颜色蘸的稍微浓一点点，可以画出细线条的一个状态啊。然后把它边这样去勾一下，如果是在甲面上的话，它会呈现出来一个非常自然的效果啊。在纸张上，它就有点干枯的这个感觉，就可以画出这样啊。这种就是属于有一个深浅变化啊，在指甲上它呈现会有一点点这个状态，有一点深浅变化之后，它呈现的那个感觉就很有立体感啊，可以这么画。我们继续啊。这边我想给它画的细一点。这个颜色就比较嫩一点，即便出现那种特别浅、特别透的这种影子，也尽量给它保留下来啊。就是即便是第1层，我们如果是可以给它画出这种深浅变化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这样的话，再把第2层画上去之后，它会显得非常有层次。这个明显深一点，这个浅一点嘛，其实就是笔上的水量越来越少的时候，它就会有这样的现象。这种感觉保留下来啊。
时刻关注一下这个第一层，究竟画了多少了？千万别画的太密啊！好了，这是我们第一层的一个感觉啊，这边行了，然后再来蘸第二个绿色，深绿啊，我这个就直接去画了，还是像我们第一层那个上一节那个墨竹一样，如果大家担心画错了，可以再去隔断一层磨砂封层。这边可以来一点小竹节的，细细的啊，笔尖轻轻的给它带两笔，有一点这个变化就可以了。推出来，推一下。咱这个笔的话是可以说稍微轻轻压一下笔，然后提一下笔尖，就可以画出来一个小叶子啊。这个颜色可以再加一点，加入到这个绿当中去。反正这个绿我们用完了，不同的方向啊，不要忘记。这样的。这样的2层柱子，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啊，不用再加了，再加就要乱了。
这样的效果。然后我们可以说在它的旁边，因为这个全部都是绿色嘛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在它的旁边稍微去写一个那样的，像扣一个小印章一样的感觉啊。这个颜色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红色，单纯用这个红色，它其实颜色会有点浅的啊，它是完全是一个血红色。然后我们可以把它颜色调深，加哪个？加深褐色，对吧？啊，让它变成这样的暗红的这种颜色啊。然后也是稍微吸一下水分之后，再去取一下这个颜色啊。然后是用笔尖走着画。这个印章的话，它是不是说特别细的线条，它的外轮廓，但是我们要给它画出这种印泥的那种感觉出来啊。颜色一定要深，不够深的话再去着重去描一下，把这个形状勾出来以后，然后里面我就用笔尖轻轻戳一下啊，就是假装写字的感觉，但不一定就是说非得要真的写点什么啊，就是假装这块是一个字，但只不过因为太小了咱看不清而已。这种感觉，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。然后等待它晾干。好，底胶包一下，包边，照灯。好，照好灯以后，我们再来给它上封层。照灯。好啦，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完成的效果啊。好，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拜拜。